道林·格雷的画像。奥斯卡·王尔德。第19章。亨利勋爵把白色的手指放在一个铜碗里，碗里有玫瑰水。他说：“你告诉我，你要做好人。没有意思，你已经很好了。我求你，不要改变。”道林·格雷摇了摇头。不，哈利，我做过很多可怕的事情，我不想再做了。昨天我开始做好事。昨天你去哪儿了？在乡下，哈利，我一个人在一个小旅馆里。我亲爱的孩子，在乡下，谁都可以做好人，那里没有诱惑。这就是为什么住在城外的人那么不开化。文明不是一件容易得到的东西，只有2种方法可以让人变得文明，一种是通过教育，另一种是通过不好的事情。乡下人没有机会得到这2种东西，所以他们没有进步。文化和不好的事情，道林重复说，我经历过一些，现在我觉得他们可以一起出现，这太可怕了，因为我现在有了一个新的想法。哈利，我觉得我改变了。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好事是什么，或者你说你做了不止一件。他的朋友问道，把一小堆草莓放在盘子里，用一个贝壳形状的筛子撒上糖。我会告诉你的，哈利，这是一个我不能告诉别人的故事。我帮助了一个人，听起来有点骄傲，但是你知道我的意思。她很漂亮，而且非常像西比尔·范恩。我想这是我喜欢她的第一个原因。你记得西比尔，对吧？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海蒂当然不是我们这样的人，她只是一个村里的女孩，但是我真的爱她，我肯定我爱她。整个5月，我常常每个星期去看她2、3次。昨天我们在一个小花园里见面，苹果树的花落在她的头发上，她笑了。我们本来打算今天早上天亮的时候一起走，突然我决定让她像我遇到她时一样干净。我肯定这种新的感觉一定让你感到非常快乐。道林·亨利勋爵打断说，但是我可以帮你结束这个故事。你给了他一个好的建议，然后伤了他的心，这就是你改变的开始。哈利，你太可怕了，你不应该说这些可怕的话。海蒂的心没有碎，当然她哭了，还有其他的事情，但是她没有被伤害。她可以像佩蒂塔一样，继续生活在她的薄荷和金盏花的花园里。然后尾部中的弗洛里泽尔哭泣，亨利勋爵笑着说，然后靠在椅子上，我亲爱的道林，你真是太奇怪了。你觉得那个女孩现在真的会满足于和她自己一样的人在一起吗？我想有一天她会嫁给一个粗鲁的车夫，或者一个善良的农民。好吧，认识你，爱过你，会让她看不起她的丈夫，然后她会变得不快乐。从好的角度来看，我不认为你的放弃是一个好主意，即使作为一个开始，它也很糟糕。而且，你怎么知道海蒂现在没有漂浮在某个磨坊的水池里，被星光照亮，周围环绕着美丽的睡莲，像奥菲利亚一样？我受不了了，哈利，你嘲笑一切，然后又说出最可怕的事情。我现在后悔告诉你这件事了。我不关心你怎么说，我知道我做的对。可怜的海蒂。今天早上我骑马经过农场的时候，我看到她白色的脸在窗户里，像一束茉莉花。但是我们不要再谈论这件事了。不要试图说服我，我多年来做的第一件好事，我一生中做的第一个小小的牺牲，实际上是不好的。我想变得更好，我会变得更好。告诉我一些关于你的事情。城里有什么新闻？我已经好几天没去俱乐部了。人们还在谈论可怜的巴兹尔的失踪。我以为他们已经厌倦了这个话题。道林说着，给自己倒了酒，皱了皱眉头。我亲爱的孩子，
他们才谈论了6个星期。英国人没有精力在3个月内关注超过一个话题。不过，他们最近很幸运，他们有我自己的离婚案和艾伦·坎贝尔的自杀案。现在他们有一个艺术家的神秘失踪案。警察还是说，11月9日坐午夜火车的那个人是可怜的巴兹尔。法国警察说巴兹尔从来没有到过巴黎。我想15天后他们会告诉我们在旧金山见过他。这很奇怪，但是所有失踪的人最后都会被说成是在旧金山。那一定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城市，而且会有来世的所有魅力。你觉得巴兹尔发生了什么事？道林问道，把他的勃艮第酒对着光看，想知道他怎么能这么平静地谈论这件事。我一点也不知道。如果巴兹尔选择躲起来，那不关我的事。如果他死了，我不想想起他。死亡是唯一让我害怕的事情。我讨厌他。为什么？年轻人懒洋洋地问道。因为，亨利勋爵说着，把一个装有香醋的金盒子放在他的鼻子下面。现在人们可以从任何事情中活下来，除了死亡。死亡和庸俗是19世纪唯一无法解释的2件事。我们去音乐厅喝咖啡吧，道林，你得给我淡一些肖邦。和我妻子私奔的那个男人淡肖邦，淡得非常好。可怜的维多利亚，我很喜欢他。没有他，房子很安静。当然，婚姻只不过是一种习惯，一个坏习惯。但是人们甚至会感到失去坏习惯。也许这是最令人惋惜的损失。它们构成了人们性格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。道林什么也没说，但是他从桌子旁站起来，走到隔壁的房间，坐在钢琴旁，让他的手指在黑白琴键上游走。咖啡端上来的时候，他停了下来，转过身对着亨利勋爵说：“哈利，你有没有想过巴兹尔可能被人杀了？”亨利勋爵打了个哈欠。巴兹尔很受欢迎，而且总是戴着一块沃特伯里手表。为什么要杀他？他不够聪明，所以没有敌人。当然，他在画画方面很有天赋。但是一个人可以像韦拉斯开兹一样画画，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普通的人。巴兹尔真的很普通。我只对他感兴趣过一次，那是在几年前。他告诉我，他对你非常佩服，你才是他艺术的主要原因。我很喜欢巴兹尔，道林用一种悲伤的语气说，但是人们不是说他被人杀了吗？哦，一些报纸是这么说的。我觉得这不太可能。我知道巴黎有一些可怕的地方，但是巴兹尔不是会去那种地方的人。他没有好奇心，这是他最大的缺点。哈利，如果我告诉你我杀了巴兹尔，你会说什么？道林盯着他问道。我会说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你正在扮演一个不适合你的角色。所有的犯罪都很普通，就像所有的庸俗都是一种犯罪。你不可能犯下谋杀罪，道林。如果我伤害了你的虚荣心，我很抱歉。但是我向你保证，这是真的。犯罪完全属于下层阶级，我一点也不怪他们。我想对他们来说，谋杀就像对我们来说的艺术一样，只是一种得到特别感觉的方式。一种得到感觉的方式。你认为一个犯过谋杀罪的人会第2次犯同样的罪吗？不要告诉我那个。哦，如果没有经常做，任何事情都不会变成一种乐趣。亨利勋爵笑着说，这是生活中最重要的秘密之一。不过，我想犯罪总是一个错误。人们不应该做任何不能在餐桌上谈论的事情。但是我们不要再谈论可怜的巴兹尔了。我希望相信他有一个像你说的那样浪漫的结局，但是我不能。我敢说，他从公共汽车上掉进了塞纳河，然后司机掩盖了这件事。是的，我想这就是他的结局。我看到他仰面躺在平静的绿色水域中，
沉重的驳船漂浮在他身上，长长的海藻缠绕在他的头发里。你知道，我认为他不会再做很多值得做的事情了。在过去的10年里，他的绘画水平下降了很多。道林格雷叹了口气。亨利勋爵走到房间的另一边，摸着一只好奇的爪哇鹦鹉的头。这只鸟有着长长的灰色羽毛，粉红色的羽冠和尾巴。它在一个竹制的漆木上摇晃着。当它尖尖的手指碰到它时，鹦鹉用白色的眼睑遮住黑色的水晶般的瞳孔，然后开始前后摇摆。是的，再继续说，然后转过身，从口袋里拿出他的手帕。他的绘画水平下降了很多，他失去了他的想法。当你和他不再是好朋友的时候，他就停止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。是什么让你们分开了？我猜你厌倦了他。如果是这样，他永远不会原谅你。这是无聊的习惯。顺便问一下，你画的那幅精彩的肖像画呢？自从完成以来，我想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。哦，我现在记得几年前你告诉我你把它寄到塞尔比，然后在路上丢失或被盗了。你从来没有找回来吗？太可惜了，那是一件真正的艺术品。我记得我想买它，我真希望我买了它。它属于巴泽尔最好的时期。从那以后，他的作品就是那种糟糕的绘画和好的想法的奇怪混合，这总是让人被认为是英国艺术家。你发布了广告来找回他吗？你应该这样做。我忘记了，道林说，我想是吧，但是我真的从来没有喜欢过他。我很后悔为那幅画摆姿势，那件事的回忆让我感到厌恶。你为什么谈论他？他总是让我想起一些戏剧里奇怪的台词，我想是哈姆雷特。他们是什么？像一幅悲伤的画，一张没有灵魂的脸。是的，就是这样。亨利勋爵笑了。如果一个人以艺术的方式对待生活，他的想法就在他的心里。他回答说，然后倒进一个座位里。道林格雷摇了摇头，从钢琴上弹奏出一些柔和的音符，像一幅悲伤的画。他重复说，一张没有灵魂的脸。亨利勋爵靠在椅子上，眯着眼睛看着他。顺便问一下，道林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，如果一个人赢得了整个世界，却失去了，那句话是怎么说的？他自己的灵魂，那又有什么用呢？音乐变得不和谐，道林格雷吓了一跳，盯着他的朋友。你为什么问我这个，哈利？我亲爱的朋友，亨利勋爵惊讶地扬起眉毛说，我问你是因为我认为你可以给我一个答案。就是这样。上个星期天，我在公园里散步，看到一小群穿着破旧衣服的人聚集在大理石拱门附近，听一个普通的传教士讲道。当我走过他们的时候，我听到那个人向观众提出了这个问题，我被他完全的戏剧性所震惊。伦敦充满了这种奇怪的效果。一个潮湿的星期天，一个穿着雨衣的普通基督徒，一群苍白而生病的面孔，在不平整的滴水的雨伞下，一句优美的句子从尖叫和歇斯底里的嘴唇中说出。他以他自己的方式真的很好，非常具有启发性。我想告诉这位先知，艺术有灵魂，但是人没有。恐怕他不会理解我。不，哈利，灵魂是一个可怕的现实。它可以被购买、出售和交换，它可以被毒害或变好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灵魂。我知道。你完全确定吗，道林？完全确定。啊，那一定是幻觉。人们完全确定的事情从来都不是真的。这是信仰的宿命，也是爱的教训。你看起来太严肃了，让你的脸高兴起来。你和我与我们这个世纪的迷信有什么关系呢？不，
我们对灵魂的信仰是被叫的。给我弹一些东西。弹一首夜曲。道林，当你弹的时候，小声告诉我，你是如何保持你的年轻的。你一定有什么秘密。我只比你大10岁，而且我已经满脸皱纹，憔悴而蜡黄。你真是太棒了，道林。你让我想起我第一次见到你的那天。你很新鲜，非常害羞，而且绝对非凡。你当然改变了，但是外表没有改变。我希望你告诉我你的秘密。为了恢复我的青春，我愿意做任何事情，除了锻炼、早起或者变得体面。青春，没有什么可以与它相提并论。谈论年轻人的无知是荒谬的。我现在唯一会认真听取意见的人是那些比我年轻得多的人。他们似乎走在我的前面。生活已经向他们揭示了他最新的奇迹。至于老年人，我总是和他们唱反调。如果你问他们对昨天发生的事情的看法，他们会告诉你1820年的观点。那时人们穿着硬领，相信一切，而且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弹得真好。我想知道肖邦是不是在马略卡岛写了这首曲子。当时大海在他的别墅周围呻吟，咸咸的浪花溅在玻璃上，它真是太浪漫了。我们还剩下一种不模仿的艺术，真是太好了。不要停下来，我今晚需要音乐。我觉得你真的是年轻的阿波罗，而我是马尔西亚斯在听你演奏。我也有我自己的悲伤。道林，你甚至什么都不知道。变老的悲剧不是你变老了，而是你仍然年轻。我有时会对自己的真诚感到惊讶。啊，道林，你真是太幸福了。你过着多么精致的生活啊！你已经充分地品尝了一切。你已经把葡萄压在你的味蕾上，没有什么对你隐瞒，而且没有什么对你来说比音乐的声音更重要。它没有伤害你，你仍然和以前一样。我和以前不一样了，哈利。是的，你和以前一样。我想知道你剩下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。不要用放弃来毁掉它。你现在是一个很好的人，不要变得不完整。你完全没有错，你不需要否认。你知道你是的。而且，道林，不要骗自己，生活不是由想法或者计划决定的。生活是关于神经、纤维和缓慢形成的细胞，在这些细胞中隐藏着思想，激情也有它自己的梦想。你可能认为你是安全的，并且相信你是强大的，但是房间里或清晨天空中的一种偶然的颜色，你曾经爱过的一种特殊的气味，它会给你带来微妙的回忆。一首被遗忘的诗中的一行，它突然回到你身边。一段你已经停止演奏的旋律。我告诉你，道林，我们的生活就是取决于这些东西。勃朗宁写了一些关于他的东西，但是我们自己的感觉为我们想象它。有些时候，白色丁香的气味突然向我袭来，然后我不得不重温我一生中最奇怪的一个月。我希望我可以和你交换，道林。世界已经对我们2个人提出了抗议，但是他总是崇拜你。你是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寻找，但又害怕找到的榜样。我很高兴你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事情，你没有雕刻雕像，或者画画，或者创造任何你自身之外的东西。生活一直是你的艺术，你已经变成了音乐，你的生活就是你的14行诗。道林从钢琴旁站起来，然后用手梳了梳头发。是的，生活一直很美好，他喃喃地说，但是我不会再过同样的生活了，哈利。而且，你不应该对我说这些如此奇怪的事情，你对我一无所知。我想如果你了解我，甚至你也会离开我。你在笑。不要笑。你为什么停止弹奏，道林？回去再弹一遍夜曲。看看那轮巨大的蜂蜜色的月亮，它悬挂在黑暗的空气中，它正在等待你去吸引它。如果你弹奏，它会更靠近地球。你不想吗？
那么我们去俱乐部吧。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下午，而且必须以同样的方式结束。在怀特的俱乐部里，有人非常想认识你。年轻的普尔·伯恩茅斯的大儿子，他已经抄袭了你的领带，而且他恳求我把你介绍给他。他非常可爱，而且让我想起了你。我希望这不是真的。道林用悲伤的笑容看着他说，但是今晚我很累。哈利，我不去俱乐部了。现在快11点了，我想早点休息。那就留下来吧。你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弹奏的这么好。你的演奏中有一种奇妙的东西，它比我以前听过的任何演奏都更有感情。那是因为我要做好人，他笑着回答说，我已经改变了一些。你不能为我改变，道林·亨利勋爵说，你和我永远都是朋友。然而，你曾经用一本书毒害过我，我不应该原谅你。答应我，你永远不会再把那本书借给任何人，哈利。它很危险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你真的开始变得道德化了。很快你就会像皈依者和福音传道者一样到处走动，警告人们不要犯下所有你已经厌倦的罪恶。你太可爱了，不能那样做，而且没有什么可做的。你和我就是我们自己，而且我们会一直这样下去。至于被一本书毒害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艺术不会影响行为，它会消除行动的想法。它是极其没有用的。世界称之为不道德的书籍，是那些向世界展示他自己羞耻的书籍。就是这样。但是我们不要讨论文学了。明天再来吧，我会在11点骑马。我们可以一起去，然后我会带你去和布兰克斯姆夫人共进午餐。她是一个迷人的女人，她想向你咨询一些她正在考虑购买的挂毯。我希望你来，或者我们和我们的小公爵夫人共进午餐。她告诉我，她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也许你已经厌倦了格拉迪斯，我想这会发生在你身上。她聪明的舌头最终会让人感到紧张。好吧，无论如何，11点来这里。我真的必须来吗，哈利？当然，公园现在很漂亮。我想自从我认识你那天以来，就没有过这么美丽的丁香花。好吧，我会在11点来这里。道林说，晚安，哈利。走到门口的时候，他犹豫了一下，好像有什么话要说，然后他叹了口气，走出了房间。